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经常喝咖啡的女人，老得更快还是更慢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协和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《美容皮肤病学杂志》上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。该研究囊括了16677名参与者的面部皮肤老化数据。这些参与者主要来自欧洲，以中老年人为主，年龄大多集中在45至65岁之间。该研究深入剖析了茶、咖啡、酒精饮料和含糖饮料这4种常见饮品与面部皮肤老化之间的潜在联系。经过综合分析，研究团队发现，在这4种饮品中，唯独咖啡能够显著地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。具体来说，适量摄入咖啡可以将面部衰老的概率降低约 15%。然而，对于茶、酒精饮料和含糖饮料，研究并未发现它们与面部皮肤衰老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。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，让我们对咖啡在保持皮肤年轻态方面的潜在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为什么是咖啡？实际上，咖啡的美容效果这一话题早已备受关注。早在10多年前，国际皮肤病学杂志便发表了一项研究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日本东京的研究团队在对131名日本健康女人的面部皮肤信息，包括皮肤含水量、经皮失水率、弹性、色素沉着以及皱纹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他们发现，适量饮用咖啡能够有效保护人类皮肤免受光老化的侵害，并有助于减少色素斑的沉着。研究人员推测，咖啡的美容功效主要归因于其中所含的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。这些多酚类物质作为植物性食物中常见的、具有潜在健康促进作用的化合物，主要存在于蔬果、坚果和可可等食品中。多酚的抗氧化功能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等慢性疾病，还为咖啡赋予了美容的神奇效果。同样含有多酚，为什么茶不行？茶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多酚成分，然而为何其在抗衰老方面的效果却似乎不如咖啡显著呢？这一疑问在2020年得到了日本研究者的解答。他们在《临床美容与研究皮肤病学杂志》上发表了一项研究，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。咖啡与茶中所含的多酚量并不相同。该研究对244名研究对象的紫外光色斑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结果显示，多酚的总体摄入量与色斑的产生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，即摄入的多酚越多，色斑的产生就越少。而在所有食物中，咖啡的多酚含量独占鳌头，成为了多酚的第一大来源。这意味着咖啡在抑制色斑形成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。相比之下，茶虽然作为多酚的第2大来源，对于色斑的形成同样具有抑制作用，但其效果却明显弱于咖啡。这是由于茶和咖啡中所含多酚的种类、结构或生物利用度存在差异所导致的。此外，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同时摄入茶和咖啡的人群的情况。他们发现，这部分人群在抑制色斑形成方面的效果达到了最大化。可见，通过合理搭配茶和咖啡的摄入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们所含的多酚成分，从而达到更佳的抗衰老效果。经常喝咖啡的5大好处。辐射防护。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，辐射暴露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。不论是工作、学习还是娱乐，许多人都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，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受到计算机辐射影响的风险。长期接触电脑辐射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因此
寻找有效的防护措施显得尤为重要。喝咖啡作为一种日常习惯，不仅能为人们提供提神醒脑的效果，还可能有助于减少辐射的伤害。据实验数据显示，咖啡中的某些成分可以减少辐射对小鼠的伤害，也适用于人类。2. 提神抗疲劳。咖啡作为一种深受全球人们喜爱的饮品，其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解渴或满足味蕾的层次。特别是在提神醒脑方面，咖啡的功效可谓是众所周知。早上起床后，当我们的头脑尚处于混沌状态，思维尚未完全清晰时，一杯香浓的咖啡往往能够为我们带来显著的提神效果。咖啡之所以能够提神醒脑，主要归功于其中所含的咖啡碱成分。咖啡碱又称咖啡因，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，能够刺激大脑皮层，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和注意力。当我们喝下咖啡后，咖啡碱会被迅速吸收并分布到全身，与体内的腺苷受体结合，从而阻断腺苷对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。这样一来，大脑的兴奋度便会得到提升，我们便会感到精神焕发，困意逐渐消散。除了提高大脑的兴奋度外，咖啡碱还能改善身体的疲劳状态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常常面临着来自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，导致身体容易出现疲劳感，而咖啡碱的存在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加速体内能量的释放，从而帮助我们缓解疲劳，恢复活力。当然，咖啡的提神效果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，每个人的体质和习惯都有所不同。有些人可能对咖啡碱的敏感度较高，只需少量咖啡便能感受到明显的提神效果，而有些人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咖啡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此外，长期大量饮用咖啡也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，如失眠、心悸等。因此，在享受咖啡带来的提神效果时，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饮用，避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咖啡的提神效果还与其独特的香气和口感密切相关。一杯优质的咖啡往往具有浓郁的香气和丰富的口感，能够让人在品尝的过程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放松。这种愉悦的感觉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精神状态，使我们更加充满活力地面对生活和工作。3. 助消化。饭后享用一杯咖啡，这一习惯在很多人看来，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味蕾的享受，或是为了提神醒脑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饭后喝一杯咖啡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偏爱肉食的朋友们来说，饭后的一杯咖啡更是能够带来诸多益处。首先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，这对于食物的消化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当我们享受完一顿丰盛的肉类大餐之后，胃部往往会感到油腻不适，此时一杯咖啡便能有效地减轻这种油腻感，让我们的胃部恢复舒适。此外，咖啡中还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这些纤维对于肠道健康至关重要，它们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，使肠道蠕动更加顺畅。这样一来，饭后喝咖啡不仅有助于消化，还能起到缓解便秘的效果。对于那些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人来说，这一发现无疑是一大福音。4. 帮助减肥。如果你选择在运动前适量享用一杯香浓的咖啡，它不仅能够为你带来一份独特的味觉享受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将在无形中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的运动效果更为显著。这是因为咖啡中所含有的咖啡因成分，能够有效帮助人体加快血液循环，从而增加肌肉的氧气供应，进一步提升运动时的能量利用效率，使你在运动中能够更加轻松地燃烧脂肪，达到塑身健身的目的。
在谈及咖啡对运动效果的影响时，我们不得不提及咖啡对脂肪燃烧的促进作用。当咖啡因进入人体后，它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使心率加快，进而促使血液循环更为迅速。这一生理变化有助于将更多的氧气输送到肌肉组织中，为肌肉提供更多的能量支持。同时，咖啡因还能够激活脂肪分解酶，使体内的脂肪更易被分解为能量供肌肉使用。这样一来，在运动时，你的身体将能够更加高效地燃烧脂肪，减少脂肪的堆积，从而帮助你塑造更加健美的身材。5. 提高运动表现。当我们投身于耐力有氧运动时，那种身体逐渐疲惫的感觉是难以避免的，尤其是在长时间的跑步、骑行或游泳过程中，肌肉的酸痛和呼吸的急促往往会让我们想要放弃。然而，咖啡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运动耐力，减少身体的疲累感。此外，咖啡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运动后的疼痛。一项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研究指出，适度饮用咖啡能够减轻运动员在运动后四肢的疼痛。这是因为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，能够减少运动引起的炎症反应，进而缓解肌肉疼痛。同时，咖啡中的抗氧化成分也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运动产生的氧化应激反应，进一步保护肌肉组织免受损伤。咖啡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，主要归功于其中的咖啡因和其他营养物质。在运动过程中，咖啡因可以促使脂肪分解，为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来源，从而延长我们的运动时间。此外，咖啡因还能促进肌肉收缩，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耐力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喝咖啡并不是越多越好。虽然适量的咖啡可以提高运动能力，但过量饮用则可能导致失眠、心悸等副作用。因此，在运动前，我们只需适量饮用咖啡即可。一般来说，运动前喝上2杯咖啡就能起到良好的提升运动耐力的作用。4. 如何科学喝咖啡？咖啡这一深受全球喜爱的饮品，的确有着诸多诱人的魅力。然而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凡事过犹不及。咖啡虽好，也需适时、适量、适人的享用。接下来，咖啡屋将为你分享6点科学喝咖啡的小建议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享受这一美味。1. 喝什么咖啡？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美式、意式浓缩等，这些咖啡的风味更为醇厚，多酚含量也相对较高。多酚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苦味有所顾忌，那么只加奶的拿铁和卡布奇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，我们要尽量不要选择含有奶油和糖的各种花式咖啡，因为这些咖啡的糖分含量较高，长期饮用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2. 每天喝多少？一般认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最好控制不要超过400毫克，这大约相当于2个中杯美式的含量。当然，具体摄入量还需根据个人体质和咖啡因敏感度来调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型研究表明，每天适量饮用3杯咖啡，有助于延长寿命，避免中风和心脏病发作。这是因为咖啡中的咖啡因和其他成分具有抗氧化、抗炎等作用，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。3. 什么时候喝咖啡？根据2009年的一项研究，当我们醒来时，皮质醇水平很高，如果太早喝咖啡会进一步增加皮质醇水平，从而增加压力和焦虑。因此，最佳喝咖啡的时段是上午9:30至11点，此时皮质醇水平逐渐下降，而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当然，为了避免影响睡眠，下午2-3点后尽量别再喝咖啡，
因为咖啡因的半衰期在4到6个小时左右，这意味着你摄入的咖啡因在4到6个小时后还有一半在体内，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。4. 不要空腹喝咖啡。空腹喝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可能引发胃部不适，甚至导致胃溃疡等疾病。因此，建议在餐后或者吃点小点心后再喝咖啡。此外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对咖啡因的敏感度也不同。如果你喝咖啡后经常出现心悸、焦虑等不适症状，那么建议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。5. 紧张时不宜喝咖啡。在紧张的时刻，很多人会选择借助一杯咖啡来提神醒脑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在紧张状态下喝咖啡并非明智之举，这主要是因为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成分，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提高警觉性、灵敏性和记忆力，但在紧张的情况下却容易引发焦虑感，从而起到负面的作用。在紧张的时候，人体本身就处于高度兴奋状态，此时再摄入咖啡因无疑会使紧张情绪进一步加剧。此时人们可能会感到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，甚至产生手心冒汗、心悸耳鸣等不适感。这些生理反应不仅无法帮助人们缓解紧张情绪，反而会使情况更加恶化。此外，对于容易焦虑的人来说，喝咖啡会加剧他们的焦虑症状。焦虑失调患者本身就容易感到紧张不安，而咖啡因的刺激作用会使他们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升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喝咖啡不仅无法起到缓解作用，还可能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。因此，在紧张的时候不要喝咖啡。6. 咖啡别和酒一起喝。咖啡因以其强烈的兴奋作用而闻名，当它与酒精结合时，无论是边喝咖啡边饮酒，还是喝完咖啡后再饮酒，都会给人体带来显著的刺激效果。这种混合摄入容易导致头痛、失眠等一系列不适症状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有阵发性心跳过速问题的人来说，咖啡与酒的共同摄入可能会进一步诱发心脏病的风险。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提高人的警觉性和注意力。然而，当它与酒精一同进入体内时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复杂的效果。酒精本身具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，导致人变得迟钝和困倦。因此，当咖啡因的兴奋作用与酒精的抑制作用相碰撞时，会使人体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刺激，进而引发头痛、失眠等不良反应。此外，对于那些有阵发性心跳过速问题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心脏已经处于较为敏感的状态。咖啡因与酒精的共同摄入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因此，建议这类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同时摄入咖啡因和酒精，以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喝咖啡是一种享受，但也需要我们科学合理的对待。通过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，控制每日摄入量，选择适当的饮用时间，以及避免空腹喝咖啡等方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咖啡带来的美好时光，同时保护身体健康。5. 这3类人不能喝咖啡。1. 失眠人群。咖啡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饮品，其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咖啡带来的美妙体验，特别是那些有失眠困扰的人。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，表现为入睡困难、睡眠浅或频繁醒来。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，咖啡因会成为他们入眠的绊脚石。咖啡因能够刺激大脑皮层，使人产生兴奋感，因此长时间大量摄入咖啡因容易让身体处于亢奋状态，导致失眠加重。对于那些对咖啡产生依赖的人来说，
他们每天都会摄入大量的咖啡。然而，这种做法不仅容易让身体对咖啡因产生耐受性，而且也会使他们在喝完咖啡后感到精神焕发，难以入眠。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，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睡眠质量，还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长时间没有高质量的睡眠，会对人体产生诸多负面影响。首先，缺乏足够的睡眠会加速衰老。睡眠是人体修复和再生的关键时期，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皮肤松弛、皱纹增多等衰老迹象。其次，睡眠不足还会降低人体的抵抗力，使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。长期失眠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，如焦虑、抑郁等。因此，有失眠困扰的人来说，最好远离咖啡。2. 高血压患者，咖啡因具有刺激交感神经的作用，进而引发一系列生理反应。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之一便是导致血压升高。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，他们的血管已经处于较为收缩的状态，血液流通不如常人顺畅。当这些患者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时，其刺激作用会使血管进一步收缩，从而加剧血压的升高。这种血压的急速上升不仅会给心脏带来额外的负担，还可能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此外，长期过量摄入咖啡因还可能对血管壁造成损伤，进一步加剧高血压的病情。因此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限制或避免饮用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品是十分必要的。3. 孕妇在孕期饮食方面的选择确实需要格外谨慎，因为每一种食物的摄入都可能对胎儿的健康产生影响。对于某些特定的饮品，如咖啡，孕妇更应当慎重考虑。如果孕妇饮用咖啡会导致神经兴奋，进而引发失眠等问题，这不仅会影响孕妇的休息和睡眠质量，还会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。此外，咖啡因还会促进钙质的流失，而钙是孕妇和胎儿都需要的重要矿物质，对于胎儿的骨骼发育尤为重要。因此，孕妇在怀孕期间应该尽量避免饮用咖啡，以免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。总而言之，正确的喝咖啡有助于减缓衰老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喝咖啡。如果不合适，你应该主动远离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一定要注意。愿你正确喝咖啡，永远年轻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